欢迎收看关键时刻。现在乌俄战争结束前，他们要的是什么？要的是满满的筹码。对于普丁来说，我到底能够分到多少东西？我要先贡献上去。今天让我们最震撼的是，普丁直接把美国公民给释放了，而且不是换球，是无条件的释放美国公民。这只是他的第一步。第二步，他开始讲一些川普的好话。他直接讲得非常明白，我向你们保证，凭借川普的性格和他毅力，你很快就会看到他恢复欧洲的秩序。而川普也接到了这个讯号，他直接跟他讲说，俄罗斯对我们很好。两个人想的是什么？当然是在俄乌战场，在乌克兰这块肥沃之地能够分到多少利益。而对于普丁来说，除了换球之外，还有更大的筹码是什么？就是今年才刚刚说的亲爱的朋友。亲爱的朋友指的是谁？就是中国。当今天普丁已经把投名状都签了出来，习近平怎么也没办法想到，自己有一天竟然会变成筹码，傻傻的被人卖了出去吗？稍后加入我们讨论的还有资深媒体人吕国珍。好，聪哥，我们刚刚提到了，我真的没有办法想到，对，今年还在视讯的两个人，亲爱的朋友，利益一出来之后完全翻脸，而且普丁真的好贼哦！对，换球之外，他直接把习近平当成筹码，习近平怎么也想不到，我有一天会变筹码。对，没错。那时候川普刚上任的时候，市长在上任那一天的时候，我们记得习近平曾经跟这个普丁两个有视讯见面，然后视讯见面还重申说我们两个国家的这个关系无上限，两个是好朋友，好像要一起对抗这个川普的这个样子。但是呢，比较画风突然之间变得不一样了，说变就变哦。对，为什么？这几天来说，你可以看到，美国跟俄罗斯之间似乎是眉来眼去，特别是川普跟普丁两个人之间呢，似乎是有一些什么事情正在发生之中。为什么这样讲？最新的消息是，俄罗斯把一个曾经在俄罗斯犯罪的一个他持有大麻的一个美国的教师，把他放回去了。而且川普很开心啊，为什么？川普还去接见了这个教师，而且他还说什么？俄罗斯，我们没有跟他交换什么，他是无条件被放回来。无条件呢？对啊，那个俄罗斯会搞这种事情，表示什么？他要对美国释出善意嘛。好，除了对美国释出善意之后，俄罗斯这几天的这个普丁呢，接受这个俄罗斯媒体的访问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呢，川普会恢复欧洲的秩序。然后希望在川普执政时间呢，美俄关系能够有所改善。所以等于他希望美国跟俄罗斯关系很好，而且他还说什么？他说凭借川普的个性和他的毅力，我向你们保证，他很快就会恢复欧洲的秩序。然后他说，欧洲的人都会在主人的脚边呢，变成是摇尾巴，把这个欧洲人看成是狗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那是呢，把这个什么川普捧了一顿啊。那川普当然接到这个球，他接到这个球，他说什么？俄罗斯对我们很好，然后说乌克兰某天或许也会变成俄国的，或许也不会，所以看起来你看龙心大悦了。对，那当然是非常开心嘛。所以你看他现在，俄罗斯跟美国之间似乎是有一些这个事情在发生。然后人家就问说，那你跟普丁那么好，那你通过几次电话？他说，我们还是不要说比较好。言下之意来说，你看在跟这个普丁在卖这个两个很熟人的这个感觉。好，那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普丁打到目前为止来说你中国都说是我的好朋友，但是因为美国在看，所以你也不敢给我太多武器。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图，这个图是什么呢？这图是俄罗斯对这个乌克兰的攻击的图。你看一下，攻击的越高，就表示攻击的次数越多。频繁。你看现在到目前为止来说，攻击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嘛，它已经是变成是在去年6月以来最低的一个状况。也就是说，目前为止俄罗斯真的打不太下去。那打不太下去的时候，现在川普又开始要这个主导这个和谈啊，是已经给了这个普丁可以下台阶的这个机会啊，所以普丁当然很快就释出善意，准备要跟美国交谈的一个状况了。而且聪哥，你刚刚讲，光是第一个人质这件事情，他曾经犯过罪哦。过去呢，他们要是交换的方式，而且要瞧非常久，对，无条件。我听到之后我快吓死，因为普丁是很硬汉的人，对，没错。他这次说没关系，我就让你放回去，对，做球给他，完美的做球，又让他在镜头前面又秀了一波。对，没错。我们那是普丁呢，他是很强硬的，你没有跟他交换什么，他绝对不会这个退让的哈。因为俄罗斯人也是这个希望有强的这个领导人，所以普丁是一个强人哈。可是他就放了这个人啊，放了这个人，你看这个人就是这个曾经在俄罗斯持有大麻，因为在俄罗斯持有大麻是非法的，虽然被关了之后，你看。因为呢，他还把他放出来，之后，你看这个川普还秀了一波，他还去接见这个接这个所谓教师，而且他直接讲非常白，俄罗斯对我们很好，我希望这是一段关系的好开始。对，那当然很多人就问说，这个美国有付什么好处给俄罗斯嘛？川普就没有什么。他说这个俄罗斯放人是俄罗斯要展现出的这个诚意，就这样一个状况哈。那甚至放出来之后，甚至连这个佛盖尔就是这一位这个教师，他的律师都说，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被放
因为他原本还要准备从莫斯科北方的一所监狱呢，然后被放在莫斯科的一个看守所，他们也不知道说为什么他要把连最亲近的律师都不知道。对对对，也没有告诉他，然后突然之间就通知这个佛盖说，哎，好了。你可以回美国了，就这样回去了。好，那因为川普要秀一波，川普还说什么？他说了，我在集会上见到这个马克·佛格尔的这个母亲的时候，他就说了，如果你赢的话，可以把我儿子救出来吗？然后他向他那个95岁的母亲保证说，我很快就会把他救出来了。就现在果然救出来，你看他马上再修一波啊！这是什么造神的言论？对，然后他就开始，你看把这个照片都放在他的 True Media 上面的一个状况。那所以你就知道，事实上这等于是这个普丁也知道你川普在竞选的时候曾经跟这个教师的母亲说过，然后你有这样 promise， 那我就把你放出来，让你秀一波。所以你知道普丁当然是讨好川普嘛。好，那除了讨好川普之外，除了用这个释放这个教师来讨好川普之外，还有另外一件事，这是什么？这是这个川普他在他的 True Media 所分享的哦。这个他分享是什么？他分享的是美国 CNBC 所发表的一个文章，这个文章是什么？有人去翻译了这个川普在接受他们国家的这个第一频道的时候黄金时段莫斯科节目的访问的这个采访的内容，把它翻译出来，然后他们就把它分享了一段呢，这是这个 True Media 里面他分享，所以他分享是普丁他说了什么？对，而且我们刚刚讲，他第一个换球已经给川普很大的面子，是他现在竟然这么硬汉。开始讲一些甜言蜜语，对，没错。那他就说什么呢？他说，你看这个 CNBC 的报道，这是他 True Media 这个报道。然后 CNBC 的报道，川普关税令民友担心。那川普称呢，欧洲将出现站在主人的这个脚下。川普的第二任期将恢复欧洲秩序。他等于在分享了普丁说的这些话，那你就知道他当然很开心嘛。所以你知道，事实上这个普丁也刻意。在这个他们的国家频道的时候分享这些内容，他就说：“我希望能够在这个川普执政的时间，美俄能够有关系改善。”然后他就说了，川普是很坚定的领导人。那他就说，欧洲领导人是缺乏坚定的意志。他还说呢，这个过去的法国什么戴高乐、贾克、希哈克，还有德国前总理这个施罗德等等，现在的欧洲人都太软烂。虽然说有一天呢，他们会在这个所谓川普的脚下是摇尾巴，所以你看他又把他捧了一顿嘛。所以他完完全全普丁非常简单，他是捧川普，对，贬欧洲。是，接下来第3步是什么？卖中国。没错，那你要投名状出去嘛，就表示说，我跟你这个美国会改善关系。好，那你怎么改善关系呢？现在显然呢，美国最大的敌人就是中国，你刚才提到中国啊，所以呢，我就把中国卖了嘛。好，那把中国卖，那你说真的假的？好，最近有一些不一样的讯息出现。为什么？你看，因为因为这个所谓俄罗斯在打仗，俄罗斯是相当需要，他们全球禁运，但是他们要需要车啊。车从哪里来？都从中国去，所以事实上中国的车就要在俄罗斯卖得很好。对。可是，在最近一段时间，这是中国的媒体哦，中国媒体，你看这个财经新浪网里面说，中国汽车在俄罗斯的甜蜜期过去了，还用甜蜜期对，那你看了，中国汽车败走俄罗斯，然后俄媒指责中国汽车，然后中国车败走俄罗斯，然后2年就生锈，然后俄媒指中国的汽车质量差，这个寿命不足德系汽车的一半。你看，开始俄罗斯的媒体开始数落中国车，在过去一段时间呢，我需要你的时候，我都不会骂你，你尽量卖。所以在前一阵子，你看，这是俄罗斯过去一段时间的这个车辆的排行榜。它除了很多这个汽车是拉达的汽车之外，很多都是中国车啊，后面都是中国车。但是现在呢，变成什么？变成俄罗斯的销售量好，中国车开始往下降，所以等于是气氛开始改变。交往的时候非常爱，现在要分手了，开始口出恶言。对，然后开始说什么？开始有文章说呢，这个中国汽车在俄罗斯汽车的计程车的比重是70%到80%，然后很多计程车司机表示说，这些车在使用了15万公里就要报废，然后欧洲还有韩国品牌的话，都有25万到30万。你看。开始骂所有你的车真烂，对，很烂。然后现在民众也不想买，所以这就是媒体开始有不一样的风向。我们知道媒体就是一个最重要的这个风向球哈。那除了这个风向球之外，俄罗斯的国家也出手了。你看，这是俄罗斯的工贸部长，他说什么？俄罗斯工贸部发现3个中国的品牌的卡车存在严重的这个缺陷，而且他直接讲根本就不应该上路行驶，你进来干嘛？我连开都不能开。对，那好，那你既然不能够，你看。
不符合法规限制，不应该再上路行驶。那为什么他可以上路？就表示你之前放水让他过嘛。我现在不放了，我现在不放了，所以没有办法。我们不好意思，我们现在要这个就事论事。那为什么就事论事？因为两个关系有变化嘛，哈。那为什么出现这样？因为事实上在整个俄罗斯，他们现在媒体也曝光非常多，你过去也看不到哦。他曝光什么？曝光这个中国的车在俄罗斯自燃的这个状况。你看，这是一个这个全新的 SUV 的这个奇瑞瑞虎，它在俄罗斯的郊外，它试驾，它只是试驾哦。却就自燃，你看这个画面过去都看不到，我还没买，我试驾就自燃。他现在就开始给你丢出这些。好，另外一个什么？他说有一台广汽的这个汽车 SUV， 那突然之间就停住了。那停住了之后呢，结果没想到停住之后就开始燃烧。那燃烧之后，你看这个。对，就是画面当中这一台啊。对，然后这个司机开始逃出来，但逃出来的时候，因为他在车子里面来说的话，已经有被这个部分的火灼伤，所以呢，他手头发啦，很多上面来说都有一些被受伤的痕迹。哎，这是俄罗斯披露，你过去怎么可能看到这些画面？那另外还有什么？俄罗斯又披露说，你看长安的这个汽车里面来说，它的这个椅背有一个问题啊，就开始了，就不知道为什么它椅背非常软，突然之间你就可能会往后仰。往后仰之后，可能会让我们的整个背弯呢，会这个受到。他出车祸，那要怎么办？这个一撞，我脊椎不就断了？对，那你看，开始从你会容易自燃，然后开始说你的椅子有问题这样一个状况，然后甚至还说什么，我们用你的自驾车，这自驾车是红旗的自驾车，就自驾车不知道转，哎，他居然撞到这个木头啊，就是说有木头在这个地方，可能前面一台车有这个木头横放，就你没办法判断，没办法判断之后，你还撞上去的时候，这还滴滴隆。对，他说，哎，差点撞到我的头，你看这个驾驶说，哎，差点撞到我的头，不然的话，我可能会被撞到一个状况。那还有更扯的，就是说，你看，司机就说我们要洗后面的这个车子，那洗后面的车子，我们到时候这个雨刷打下去嘛，对，就没想到后面车子的这个雨刷没有动，但是没想到车子里面就开始进水，就包括你这个线不知道怎么布的，就我看我的里面的这个车子里面来说，水就一大堆。它后面开了，但是它反正前面你可以看到，它前面这个电子这个地方完全都是水，所以显见它的这个水管的这个布局相当差嘛，品质很烂嘛，所以你看，哎，突然丢出这么多，你看过去都不会丢，现在就开始丢，告诉你哦，中国车真的烂。好，这是俄罗斯的媒体，你过去都看不到。好，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动作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事实上这个中国有所谓的中欧班列，就是从这个中国的这个海边出发，经过兰州，经过这个新疆，然后一路到这个欧洲去的中欧班列，然后经过俄罗斯的领土。哈，那过去一段时间呢？俄罗斯也没有问题，你要到这个欧洲去，给你过。那现在做案怎么样？你看，这是中国的土方，他说什么？给你过。俄罗斯对中欧班列全面检查，大量中国货品被没收，然后还有附这个禁运的清单。也就是说，他现在把你扣住了。那而且呢，他是说最久的车子被扣了3个月，都有3个月、4个月。那不只是扣哦，他还把东西完全搬走。他就说，他就列了一个清单，因为现在俄罗斯需要一些军需品、民生用品，他就说，哎，这个呢，军需品、民生用品，现在我们已经把它列为说你这个中欧班列不能够搬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怀疑说，如果你从中国出发，经过俄罗斯到欧洲去，搞不好你要送到乌克兰啊。所以就说我用这样的管理，这是公然抢劫习近平，没错，他就公然抢劫，就把人合法抢劫，就把你抢下来了。所以等于是说，现在没办法的话，你看，而且还说什么？如果发现了禁运的物品来说，集装箱会暂停运输，然后接受盘查，然后货物被扣留没收，然后额外费用还要再承担。所以等于是说，他现在合法在抢劫这个中欧班列。那除了抢劫中欧班列之外来说的话，因为中国目前为止来说的话，他们整个这个经济真的，他也无力去支持俄罗斯打仗。为什么？你看。这个川普不是有铝跟这个钢的这个关税吗？他就直指中国，完全禁止中国，不让你有任何洗产地的机会。对，所以你没办法去洗产地。另外一个是什么？中国目前为止来说，他们中兴才刚公布他们的这个财报，因为中兴要支持华为，所以导致它亏损连连。所以看中国的钢铁、中国的太阳能、中国的汽车、中国的这个包括说像电子产业，大家都亏损连连，所以他当然没有无力去支持俄罗斯打仗。那无力支持俄罗斯打仗的时候呢，现在对俄罗斯来讲，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改善跟美国的关系。那改善跟美国关系怎么样？很简单，把中国推到一边去，就可以改善跟美国的关系了。廷辉，我们刚刚提到了俄罗斯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普丁不是一个悍将吗？现在开始，哎呀，川普你最棒了，欧洲的这些领导人没有比你棒，哇，用这种方式来阿谀奉承川普，甚至还把这个中国直接当成筹码放到谈判桌上面去。现在的俄罗斯真的是衰到家了吗？以前被中国欺负，现在被谁欺负？现在完完全全被叙利亚欺负了。现在撤兵之后，
原本的老大，现在变得跟小弟一样。对，现在俄罗斯真的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啊！哈，你知道吗？这不只是美国现在在搞它，现在连叙利亚新政府也在搞它，屋漏偏逢连夜雨哦。这一艘这个间谍船，你看到这一艘叫做基尔丁号。这艘基尔丁号停在外海的时候，竟然烧起来了，你知道吗？对。那烧起来的时候呢，应该要有人去救他，没有办法，没有人去救他。然后结果呢，在这个船舶上面呢，这个救生艇哦，已经准备要放下来，但是还没放下来。那后来呢，这个烧了4个小时之后呢，结果呢，后来他们又通过无线电的方式呢，了解到说原来已经控制住了。然后再来就是北约呢，他透过这一艘这个军舰跟其他的这个货轮之间的无线电的通报当中呢，了解到一件事情原来他们这个船舶遇到了麻烦，然后所以要求其他的这个货轮呢跟他们保持距离，然后他们呢意思是说他正在海上漂泊，等于是有点像失去动力，也没有人在指挥他，然后他这一次他也不能进入到港口去维修，然后就挂起了2个大的这个所谓的黑球，这个黑球的意思在海事方面来讲，就代表说我这艘船遇到麻烦了，所以大家不要靠近我，也不要这个认为说我有攻击性。所以其实说真的，这个俄罗斯它现在来讲的话，不仅是所以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一艘船，它根本是个间谍船，是它间谍船，但是问题是它也失去功能啊。在这个船什么上面呢来讲的话，它现在正在做一件事情，就是从港口赶快搬走俄罗斯的东西，但是呢，因为这一个港口以后就可能不让俄罗斯使用了。不过现在叙利亚新政府呢，这国防部长呢，卡斯拉他也跳出来讲一件事情啊，他说我们也不是说没有办法谈判的，如果你普丁愿意跟我们交换什么东西来讲的话，比如说你把阿萨德政府那个我们前总统把他交还给我们的话，因为他现在不是这个什么这个到俄罗斯寻求政治庇护吗？如果你把他交回来的话，我们或许这港口未来还有可能让你用所以现在什么意思呢？就普丁这个强人来讲的话，以前大家都很害怕他，甚至他在出席很多会议场合都是迟到的，看不起大家。结果现在呢，叫做虎落平阳被犬欺啊！因为连叙利亚现在新政府就在搞普丁了，所以现在来讲的话，普丁一个头2个大，不得不赶快跟川普来称臣。体会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个关键，在海上部分它已经完全封锁，在陆地上面同样也是导播给我们看刚刚那一段画面，这个是当时他的卡车原本要进去叙利亚，他也不让进，直接要他直接转弯直接这么硬。对，因为在这个叙利亚内部还有很多的空军基地跟陆军基地是俄罗斯过往所部署的，但是他们现在来讲的话，也不知道去哪里啊，因为你如果要经过这个国界，然后回到俄罗斯去，也必须要他们同意啊。所以现在来讲的话，他们本来过往都是到这个塔尔图斯港，然后上船、上军舰，然后或者是说他们有一些运输的东西可以上军舰，结果现在这些军舰呢也跑掉了，然后也不知道去哪里，所以他们只能在那边绕来绕去也不知道跑去哪里。那这些军舰来讲，他们也有传出一种说法，说是不是我们应该到利比亚去？因为利比亚还有一个政权是这个俄罗斯普丁在支持的，所以现在来讲的话，普丁以及俄罗斯在整个叙利亚来讲的话，大概有可能势力会被驱逐出去。宇轩，我们刚刚提到了，刚刚华为它背后是谁支持？是中兴。聪哥刚刚提到了，亏惨了，为什么？赔本卖。好，现在你看到中国的电动车，哇，又出新的，便宜的要死，这背后是什么？我随便卖，我根本就是再内卷下去，他根本没钱了。那照现在最可怕了，如果便宜没好货，对不对？现在不是，他现在是好货也跟你便宜卖，好货也便宜。你看他在他自己的发表会上跟你讲说，我们介绍我们有3款这个所谓的自动驾驶系统，天神之眼 A、B、C 3款。来，各位，我就讲最阳春的基本款 C， 他说有12个镜头，3个前镜头呢，5个全景镜头，17个雷达，而且呢，甚至在中阶、顶阶呢，到还有包括一些LiDAR，也就是说光打，全部都给你加总进去。但你以为说这样的要价要非常贵啊？没有，我刚才是不是讲了 C 级的，它有所谓的自驾，对不对？最便宜只卖69800。这个折合台币才31万，这个价格我们看错。对，而且你知道更离谱是什么吗？他不只是这样说，他还跟你讲说，未来是不是有 DeepSeek， 对不对？我们中国人的骄傲，春节放鞭炮，对不对？把美国华尔街打败。他说我也会支援 DeepSeek。他不是代表说他这是我们讲的倾巢而出，所有能装的能导全部给他进去。而且你知道他还公布一个影片，这个影片吓死了。这个影片是什么？就是他的仰望U9。这个仰望U9，他跟你讲说，先前是不是跟你说日本的车子会甩尾？他说我也会。来，赵伟，你看这个地上有什么痕迹？有那个甩尾漂移轮胎痕，对，轮胎整个烧胎过去的痕迹他就直接在整个跑道里面示范给你看。而且你有没有仔细注意看，这个时间点它是用高速行驶，而且呢这是自动驾驶没有人操控不是给你赛车手然后甩尾过去之后呢，它是干嘛？这是在晚上。你会发现晚上你有用过自驾系统，你就知道，你像我大概70%我都非常喜欢用这种辅助驾驶。
晚上的时候辅助驾驶的功能绝对会降低。所以你如果说夜黑风高特别是现在路灯常常暗掉，你就一定要打这种远光灯为什么？帮助它辨识嘛，否则它如果辨识不清楚的话，你知道吗？太暗的时候，那个自驾有时候会在嗨接，它会晃的，就代表说它及时修正。就你看到在这么暗也没有路灯的情况之下，只有后面那一趴灯可能是为了要方便摄影。它都有办法做到这么精密的操作，而且还是高速哦，所以代表说这个东西它自驾系统真的到一定程度嘛？那你以为说就很贵吗？没有，照来看到这是什么？这是他在我们讲的宣传会上、展示会上所公布的。你有没有看过 NVIDIA 展示会？对，是不是跟你看最新的科技发展啊？就它不是，他跟你看价格，跟你说我就秀的啦，拜托啦，务实啊，胖丢啦兄弟。胖丢起来，中国真的是有够爽没有看过这种展示会，你要79800、93800、103800、18万、79800、6万多的嘞。这个都我们讲，这是菜市场卖菜呀，不是，就是不到100万哦。但跟你讲，我们讲的就算不到100万，每一台都还给你讲装自驾，所以你就知道吗？他们现在已经杀到刀刀见骨到什么程度了吧？而且你想想看，这个系统有多好？为什么叫天神之眼？我们最常停车，你对于菜鸟而言最痛苦，你知道什么吗？停车嘛，对不对？他跟你讲不用，你看我按一下停车的按键，选一下我的车格，你看我就可以安心下车。来你安心下车，它自己停而且你看它会自动转，有没有？这一台是送嘛，对不对？然后它停的时候，它是完全靠近，因为以前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它后面都会留一个很大的空间像可以放那种三角锥的空间。就这一次没有你看停标旗对线，甚至连它的车屁股有没有盖这么近啊？非常只有1公分，他就跟你讲说300多种场景。今天他是在我们讲地下给你停车，对不对？他说不只是这样，你只要一下去按完之后，你马上就可以把车子你连看都不用看，你人就可以走了，他就把你锁起来，而且路边停车它也没问题，如果有障碍物它也没问题。趴车非常简单，但我跟你讲，坦白说，我是不敢试但他说我不只是这样，停车之外呢，中间如果路过呢有三角锥，对不对？它会自动的，我们讲绕过去。在我们先前是不是讲说国道发生一个很严重的车祸，跟自动驾驶有关？但那个时候最危险，你知道什么吗？就交流道，有那种上下交流道，比如说要去休息站，有没有辨识不清楚，来砰，就给他那个就撞到了。他说我们不会，我们连三角锥都可以闪，而且就连呢，你如果开到路上，对不对？按下去，结果有行人从前面走过去，我们都会自动停车，马上刹车了。对，他说我们都会自动停车。但如果我是这个行人，坦白讲，我是不敢试那中国讲就好。但是不只是这样子他就连塞车的时候，因为你有在塞车的时候开过自驾，你知道最麻烦为什么？因为现行的自驾系统，你只要塞车的时候停下来，对不对？它就会停住。对，你一定要再补一下油门，它才会继续往前进。他说不用，我们呢会塞车的时候，我们会自动保持那个车距，而且保持得非常好，甚至会随着这个车潮，我们呢往前去带进。但讲完之后，我跟你讲，你想说宇轩，可是40万。对中国现在说水深火热的人民，他们怎么有办法去买这种东西，对不对？我们不是说讲说他们现在经济很差吗？你错了，赵，你知道多少钱？哇，这机进来现在你刚传证出来对？多少钱？0元，免骑。真的0元？免骑你刚刚讲那么多，我0元可以开回家。你传出来对为什么？来头期零首付。后面5年零利息，每个月跟你讲，只要缴100块人民币，全部加好康的你两个炸认出来，对，你看哇汉这是 Model 3，对不对？你看最便宜的227500，这甚贵对，一台我们将近快要破100万对不对？那其他的就不用了，其他的我每个都很便宜比如说小鹏汽车，你看0000000，你有没有看过一个广告里面全部都是0，至尊省57000、28000、2万，零首付加5年零息都是0，全部都是0，而且未来也跟你讲说5年零息，各位你想想看，这个未来车市会有多大的问题啊？全部大家中国本来就没有赚什么钱的，大家全部都0元就把这台车牵回家，他们根本也不管你啊，你到底付不付得完？我到底可不可以开啊？讲那么多，我好害怕，那么便宜，真的可以可以开是可以开，但是我是怕付不完，你知道吗？到时候这些车子全部都怕没起，因为对他们来讲，现在船就是这样，我就是冲量嘛。为什么要冲量？因为太惨了。来，这是中国乘用车的这个量，就你看逐步下滑，每期跟去年比呢都开始下滑。能源车的市占率，你看新能源车原本一路往上，荡下来了，就往下来，对不对？所以他们讲说现在这价格上那么杀破头。那你刚才讲到问到一个问题能不能开？我讲真的能开，为什么？因为怕已经撩起地呗。中国汽车2024年前11个月，就去年前11个月赔了多少钱？不多啦，1776亿人民币。
卖多少赔多少，卖多少赔多少。所以对他们来讲，原本是要抢市占率，对不对？但现在头全部都洗下去了嘛。他洗下去了，我得要继续做啊，我量要继续冲啊。但是川普现在要干嘛？跟你讲说，我不要电动车了，对，我也不要补助了，我要燃油，我全部都是油车。我要石油挖吧，宝贝。对啊 ，drill baby drill。然后所以你看这个情况下，中国这个完全没办法，等于说美国已经把方向转走了，但他们现在全部人所有人都在内卷，就是你看到的电动车分厂，你这分厂越盖越多，但没办法啊，为什么？没办法逃之升天，总不能跟你讲说我现在跟着川普去哪里，我就跟着去哪里吧。所以我讲未来的中国车已经不再是红海，而是一片血海。国政，我们刚刚看到了中国电动车市场，你卖越多，你赔越多，跟这个血海一样。好，现在两岸真的是两样情。这是今天最新的新闻，受惠 AI 产业，2024自贸港区价值破3兆创新高，有 AI 护身，真的差这么多？对，香港对不起，上海对不起，深圳对不起，因为外商都选择台湾。你看哦，现在不止自贸区破3兆，成长50%，谁在我们的贸易区内出货？辉达跟 AMD 都是 AI， 都是晶片，而且台湾现在不只是亚太转运中心，香港、深圳都对不起，我们的野心不是亚太转运中心，我们叫做亚太科技公司的中心，最大的科技廊道。所以不只是上海、深圳跟上海都比不上我们，连首尔跟东京也在后面追。我们也把首尔跟东京甩在后面。对，所以3兆破新高，还会越来越高。AMD 会有更多货在台湾出货，这是世界3大管顾公司波士顿 BCG 他说的。如果全世界这些企业在考量投资的时候，一定会考量地缘政治风险跟未来发展性嘛。结果他们现在关注的是台湾无可取代，所以飞弹跟军演都下不走外商，有300多万。所以前面我们听到非常多，包括你刚刚提到的军演，包括说地缘政治，包括说什么我们要企业要外移。没有，大家还是眼见雪亮。所以台湾不是转运中心，香港你不要以为台湾没有办法取代你，现在连高雄都有国际航班了。高雄，我的老家，现在竟然可以直飞美国，我以前很难想象，它是乡下地方。那为什么？因为有太多国际客人要进来了，德国人要进来，美国人要进来，日本人要进来，连菜市场都改变了，这我也很难。菜市场科技新贵跑进来之后，你很难想象，在盐城的菜市场里面竟然出现了猪肉熟食摊，旁边是现代文青风的素食摊，这个也太冲突了吧？旁边这个是一个婆婆那边剁猪肉，旁边这个是现代素食，还说什么自然酒。2个场景差太多了。少和，我告诉你，晚上还不是这个样子，晚上会变成文青酒吧，而且晚上节市的效应非常好，已经有10多摊的文青酒吧在里面了，整个市场完全改变了，新旧都在高雄出现。那为什么？因为太多科技新贵进来了，德国的默克、AMD、辉达选择进驻来台湾，有300多家进来，没有在怕地缘政治，没有在怕中共的飞弹的，都跑进来，所以就会同时出现，因为新贵要找地方去嘛，所以现代化的商机进来了，传统的熟食摊、剁猪肉熟食摊也变了，晚上会变哦，所以这些摊位晚上白天是猪肉摊，晚上是文青酒吧，而且晚上还越夜越美丽。对。就是因为太多新贵进来了啊，运的是什么？刚才不是说嘛，成长50%，比2023年成长50%，整个量超过了3兆，还会更多。因为连高雄都要崛起，所以香港人都会瞧不起我们。台湾不可能成为亚太转运中心，对不起，亚太转运中心一点点，我们要成为亚太科技走廊、科技中心。因为全世界只有台湾拥有这么完整的 GB200供应链，从中上游到下游供应商全部都台湾，所以我们就问必须率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些业者选择在台湾？对不起，因为日本东京没有，他们不会做 PC， 不会做伺服器。韩国供应链也没有这个特色。那对不起，因为深圳跟上海跟香港被排除在外，所以所有人只选择在台湾。所以一个问题就很简单的，来台湾被飞弹打到了风险，比没有来台湾会被别人取代的风险还要小。你没有来台湾，你会被竞争对手给干掉。你比飞弹打掉都还要小的风险，所以大家又都来台湾，通通来台湾。所以来台湾了有多精彩吗？我们来看这栋大楼，以前对不起，我这里又对不起我的老家高雄。以前高雄亚湾区都被最高楼会被说都是一楼一凤，周遭都是一楼一凤，背负着恶名。现在不是一龙不凤，不要这样讲我的高雄了。现在是全世界最强的科技大楼在这里，没有看过一个大楼有东京威力科创，有艾斯摩尔，有科林，有英飞凌。
世界上最先进的半导体设备供应商在同一栋大楼，他们是竞争对手，同时都在这栋大楼，在生态园区里面。所以高雄，完全变了，竟然大楼里面不再是一楼一凤，是艾斯摩尔。所以 AI 完全翻转了高雄，刚刚的猪肉摊旁边变成文青的一个 bar， 现在像你刚刚讲，一楼一凤也翻转。现在变成台积电大楼，对，台积电大楼，东京威力科创在亚太区最大的研发跟设计服务中心在这里，艾斯摩尔在这里，科林研发中心也在这里，所以一楼一凤的大楼，对不起，4000多块创下有史以来新高纪录，很多人都抢进新85大楼，因为越来越多的外商，越来越多新贵跑到这里面，所以整个效应夸张到什么地步？我们去现场看的时候，竟然手机在定位说工厂到底有多少，其实手机才拿出来，想要打开 Google 地图，结果不到1分钟都是灰尘盖场，从满，全部都落在这里，整个南台湾变成黄金的科技走廊，对，变成黄金科技走廊，来台湾你才有未来，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在这里，所以改变很大，这个地方改变非常大。刚才不是说吗？菜市场会变成新贵的文青酒吧，这个就最明显了。这个是香蕉码头，高雄以前是出口，台湾是香蕉王国，出口香蕉。那后来就被陆资租走了，他把这个地方租走，叫便宜坊，北京便宜坊烤鸭。现在他倒了，倒了没关系，陆资走了最好，因为这个剩下的东西以后会从这里变成这里。以前本来是出口香蕉的地方，现在变成台股股王，股价最贵的 IC 设计公司信华要做的来了 IC 设计中心，它多漂亮啊！同一个地方变得这么漂亮，那信华要在这里做 IC 设计中心，为什么？因为辉达的算力中心在这个地方，台湾全世界最重要的 AI 算力中心在这个地方，所以这里变成组成什么？台湾的重要 AI 系统。所以你看，一个香蕉码头被陆资变外资，变这么漂亮，变股王的一个研发办公室。那这里还出现一个很有趣的景象。没有在怕中共的军演，没有在看飞弹的，我还没有看过，因为这张图告诉你什么，你知道吗？台湾还没有工业区，说还在拉水管盖马路，旁边工厂已经盖好了。工厂跟水管跟马路一起抢电。以前我们都是怎样？工厂要先盖好，要拉好水管，拉好电力管，拉好通路，路灯要弄好。没有，现在没有路灯，已经开工厂了。所以整个南台湾真的翻转了。所以香港对不起，东京对不起，首尔对不起，亚太不只是营运中心、科技中心在台湾。好，宇轩，我们刚刚提到了，为什么台湾在地缘政治下面还是有这么多外资来投资我们？从一张照片看得出来，这是美军军舰由北向南前进台海。我们也可以看到哦，这一次的过程当中，第一时间美台都不证明、不说明、不证实哦。原因是什么？我们台美有很多的秘密军事合作。对，这我没有说。当这个消息一出来的时候呢，法上反而是谁？反而是呢中国呢气得跳脚，说：“哎呀，你这个传递错误讯号，增加安全风险。”大家看到之后，那肯定对了什么？代表说台美之间的紧密合作让中国开始紧张了嘛？对，因为他们讲说这一次不管是这个 Destroyer 啊，或者是说我们讲这个包迪奇这一号，显然美国在执行什么秘密的这种任务，大家才会避而不宣嘛。但另外有一件事情直接不跟你演了，这个东西可以秘密，但我们的中华民国的陆军相关的这种特战部队去到美国受训不跟你演，我直接光明正大跟你讲弹的演练。你跳脚是不是？我就是跟美军合作演练。来，各位，这是我们的一个中尉叫做徐进，他干嘛呢？他原本是陆军特战指挥部的他跑到美国呢接受所谓突击兵的检测。但你不要以为这个突击兵很简单不简单，300个人里面呢，只有大概我们讲的90几个人过关而已。为什么？因为根本就是地狱操练。白天也抄，晚上也抄，李亚抄、尼亚抄，全部都抄。那抄的是什么呢？来，第一个，他要求你在夜间呢，你要有作战能力。我不可能打仗的时候只有白天打吧，所以呢，在丛林里面呢，你也要有作战能力。所以你看他们在晚上的时候干嘛？在那边爬那个树，爬那个浮木。赵啊，他没有任何的支撑点完全是要靠肌力跟耐力他的臂力直接往上拉。对，而且往上拉不只是这样的，还有3项类似铁人测验这样子，什么不管是你要匍匐前进啊、翻滚啊，各式各样测验，全部都在晚上。我白天已经抄一整天，晚上继续照样抄你。所以说，很多人呢抄到后面跟你讲体力不支，直接躺在地上里面这边喘气。但不只是这样，他连水中也要给你训练。训练什么呢？你也要有办法呢，在御敌的时候呢，水中甚至有障碍物、有捆绑的时候，在水中脱困。而且射击这是最基本的，不要讲。甚至到了晚上的时候，他们还训练什么夜间攻坚。什么叫做夜间攻坚？也就是说呢，晚上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有时候有一些战略标的啊，或者是要营救人质啊等等的，你要在晚上的时候有这个能耐呢，去突袭敌方的阵地。也就是说，我趁夜黑风高呢，把你人给偷给摸掉。所以你想想看这完全是在我们讲的晚上的状况之下，他可能要戴上夜视镜然后非常的低调。
然后呢潜伏进去，然后把人给狙击掉，对甚至连攻坚、连爆破，他通通都会。所以你看完之后，你还要怀疑说，为什么连300个人里面呢，只有几个人过关这看起？来就很累，好多人倒在地上，说我真的不行了。对，而且不只是这样子。你如果说只有我们讲的特战队有这种陆军突击兵就算，不是哦，我们就连最近的红旗的操演，我们也是同样要加入到里面。为什么？他们讲说这一次的红旗第21次的操演，对不对？红旗21，我们讲的哦，包括总共有3000人，是世界各国，英国的空军啊，美国的空军啊，各个都来这边，而且呢高达我们讲的150架军机。过去曾经有参与过的一个范大伟说，我跟你讲，真的玩真的。为什么？他说我们带去的这种备用弹料，2天之内就打光了，怕料料啊！实弹射击，而且呢，一次他甚至可能70架的飞机呢同时起飞。他说这种训练的，我们讲的超度，绝对不是平常哦，你就可以去比拟的。所以包括我们这边，你看啊，我们这空军呢派出这个第21作战队参加这个红旗21，甚至过去呢曾经有参加过这个郝光明少校都讲说，我们来这边干嘛呢？包括我们这一次派出的王少校都说 ，play to win， 也就是说，不管是空军，不管是陆军，跟美军的紧密结合，将会是未来的进行式，也是未来的即将要发生的一个重大的变化。